Hello，大家好，今天是3月13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西拍数据引发科技股反弹，英伟达、特斯拉纷纷大幅上涨，牛市这就又回来了，还是说只是熊市中的死猫跳呢？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版。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152期的视频。那么阿哲呢会通过3个部分来讲解本期视频盘前观点。那么在第一部分，阿哲会讲解有关于美股市场指数的市场观察。那第一部分会分为2个小点。第一点，阿哲会通过一个经典的技术 K 线形态下跌商法，告诉大家这里究竟何时会产生机会，多头会持续反弹，以及什么时候会成为空方再次加仓机会，市场会持续下跌。而第二小点，我们会讲一下当下市场多空强弱，空间日内支撑和压力位在哪里。在讲解完指数环境之后，后续的第2部分和第3部分，我们照旧会讲一下其余的个股解析，主要会讲解特斯拉和英伟达空间资金动能3个维度的分析，目前它们的上涨是否可持续，如果上涨它的压力在哪里。而在第3部分，我们会讲一下 SQQQ、Meta、苹果、MSTR、PLTR、博通、谷歌、SMCI 等8只标的的解析。希望以上内容能够对你有所帮助。如果您是新同学，第一次来到阿哲频道收听阿哲视频，而阿哲的行情视频当中所涉及的标的会比较多，所以日常的时长也会比较长。如果您是新同学，也可以点击下方播放按钮旁边的3角，这是一个时间轴。那么打开之后，你会看到本期视频所有个股所对应的时间点，点击对应时间轴，可以跳选到最想优先观看的内容，希望对您有所帮助。而如果是老同学，那么不要忘记可以从头到尾完整的观看，更加理解阿哲当前行情的观点。现在我们先看到第一部分，何谓下跌商法？那么下跌商法呢，是阿哲曾经分享过1次的方法，但是就只讲过1次，因为它的出现比较困难，而且不太适合于之前的市场。所谓的下跌商法是传统的蜡烛图技术当中非常经典的一种走势，它最少由5根 K 线形成，而且它必须得是下跌趋势中出现。如果是在上涨行情当中去使用，它的效果一般会比较差。而当前的美股市场经过了一轮暴跌之后，已经是出现了长期、中期、短期均线都是空头，所以目前可以用到下跌商法。而下跌商法它的条件很简单，就是在1号 K 线的位置，它需要是一根明显大阴线下跌，而后在大跌之后，市场没有持续下跌，这个表现就是依次的大跌在下跌途中将空方的动能所耗竭，也导致呢有些多头开始抄底，有一些空单开始获利兑现，开始平仓，而后市场出现一个反弹。而反弹过程当中，我们要求2、3、4这3天为大阴内的反弹，如果都是阳线，则非常标准。而第5根 K 线为收盘小于1号 K 线最低价的大阴线，也就是说，在反弹一段时间之后，再次出现明显的下跌 K 线。而这根 K 线的特点是收盘在1号 K 线当时大跌、当时抄底资金的最低价之下。那么这就是一个熊市当中下跌中继的形态，一般出现之后，意味着后续还有下跌空间，并且还是一个做空的方向。这里要注意的是，下跌商法它以上只是基础条件，市场呢亦有变形，而这个变形的部分大多产生于2、3、4的 K 线，它有时候可能是2根，有时候可能不止3根，可能会有4根、5根、6根。但是大家要记住，它的逻辑就是出现一个下跌行情，熊市的大跌之后，市场的空方衰竭，多方抄底资金进场，然后短线反弹，而这一个反弹的空间一般是前方大跌阴线的高低点区间之内。不管反弹几天，只要区间还在这之内，就依旧属于下跌商法构成的要素当中。而后关键的一根 K 线，不是中间反弹了多久，而是后续的下跌得要再次跌破前方阴线的最低价格，意味着下跌重新开始，空方在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再次的发力，那么后续继续看跌。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图表是纳指的日线图，在日线图当中是不是走了一波明显的下跌？而下跌途中，现在就出现了有一天是很明确的大跌行情，而大跌之后，市场有没有去跌破它的低点是没有的，而价格在这里开始产生反弹。那有同学说，现在不是阳线也算吗？大家注意了，这个反弹是不是阳线不是关键，关键是这个反弹的空间，它是不是大体在这根大跌阴线之内，而目前是不是一个下跌的趋势。
那么这2点只要符合，就有可能是下跌商法。那按照传统的下跌商法，一般反弹的时间是在3天时间的，而后价格标准的下跌商法会在第5根 K 线的时候出现明显下跌，再次破位。所以按照传统下跌商法的时间构造来说，本周周四会是反弹第3天，而周五是构成下跌商法当中最基础的一根 K 线，也是结束 K 线。当然，如果多方的反弹比较弱势，有可能反弹2天直接就出现了5号 K 线。如果强势呢，可能5号 K 线会延后出现。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是，关键在于反弹空间在这根阴线高点附近波动，它很难呢在下跌商法的过程当中去有效突破这个高点。如果是有效突破前方高点，就不是一个有效的下跌商法，它将是一个多方强势、反弹强势的延续结构，而不是下跌延续结构。那么现在我们举一些例子来为大家去讲解一下下跌商法。那么当市场出现了明显的大跌之后，比如说这一个 K 线，又或者是这一根 K 线以及前面这根 K 线，是不是下跌途中出现了大阴线？那阴线下跌，其中3天反弹，第4天收盘跌破，那么这5根 K 线就构成了一个下跌商法。不过当时处于上涨行情，所以这个效果呢不算特别的明显。跌破之后，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下跌的中继，而不是结束。像这一天是不是也是下跌之后反弹，但反弹2天呢又再次的破位，所以这也是一个不太标准的下跌商法。那这一天又是一个下跌商法的雏形，但是第1天、第2天、第3天就大阳线突破了，所以它不是一个下跌商法，它不是一个下跌中继，反而是低点上涨。我们再看到像这个位置，就是阿哲首次分享下跌商法的行情点位了。当时出现了1、2、3反弹高点，而后回落，但是这一天的收盘价没有去跌破，所以不能达成下跌延续的条件。后续反而涨到它的高点之上，所以它不是下跌延续。包括这里低点、高点反弹3天，第4天反而是大涨，没有去跌破，所以这里呢也不是下跌的延续。而在牛市当中，想要找到标准的下跌商法，并且延续下跌的是比较困难的。现在则有可能是本次下跌当中首次的下跌商法构建。现在我们所看到是纳指的一波下跌行情，也是单边下跌比较强势的空方行情。在这种行情之下，下跌商法它将会让你经常会看见，经常会发生。那比如说像这一天大阴大跌之后，价格出现反弹，但反弹空间依旧在首根大跌 K 线之内。它没有出现明确的向上突破，所以其中呢虽然超过了3天反弹，但整体来讲还属于不太规整的下跌商法当中。再次破位，则说明这里延续下跌，但是这个下跌商法是不太标准的。那相对比较标准的下跌商法，当时在其中这里产生过，当天有明显的下跌，而后市场止跌反弹，是不是出现了1、2、3、4天的反弹，而后在这一天出现了收盘跌破，是不是相对来说比较标准？反弹空间在前方大阴之内，而下跌它是在第6天出现跌破。如果是第5天跌破，就更为标准。这也是第5天跌破，所以后续呢属于下跌当中的中继阶段。而现在我们回归到当下行情，目前的纳指怎么知道本次下跌它会迎来强势反弹，还是说它就是一个死猫跳，或者说它是下跌商法？你又关注一个反弹的空间是否保持在这根阴线高点的附近，没有出现特别强烈的突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机会是下跌商法。而这个反弹的过程何时开始能够继续的看空，或者继续的认为市场会下跌，就是有那么一根阴线收盘跌破它的低点之下，则构成下跌商法再次看空、再次看跌后市的一个要求。那么则构成下跌商法完成以及看跌后市再一次形成的条件了。所以当前的美股市场，纳指、标普都在下跌商法的构建当中，标普呢更为弱势，而纳指相对有科技股的大幅反弹，所以相对构成的更加标准完善一些。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下跌商法高点位置的压力，它呢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希望这一个下跌商法的技巧能够在熊市行情当中帮大家去规避一些反弹的风险，以及我们及时可以在反弹真正强势时去介入一些多方的个股标的。而在此区间之内的反弹都只是一个反弹，那么空间不大，那么参与价值呢也不大。如果以上内容对您是有所帮助的，老同学不要忘记照常为阿哲视频点上一个小星星、小红心，点个赞。如果您的时间宽裕，也可以呢在下方评论区留下您的一句宝贵评论，阿哲看到也会很是开心。
假如您是新同学，第一次来到阿哲频道收听阿哲视频，那么也希望您在有所收获的情况下，可以点击阿哲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成为阿哲讲机会频道的粉丝观众。那么点击订阅之后，它会显示已订阅，而后点开所有铃铛。那么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每一个行情观点，您都可以在阿哲发布之后，首先第一个收到阿哲频道的通知。感谢您的订阅和老同学的点赞评论。那么现在我们在行情反弹之初，阿哲还要强调一个之前上一期视频的观点：为什么阿哲由多转空，由之前看待市场为牛市的调整，而转为现在的熊市进行时？我们依旧要把这3个条件再次的去记忆一下，去巩固一下。目前市场下跌，何时出现熊市进行时？我们看到这3个条件，也是阿哲呢平时所制定的一个熊市出现、熊市跟踪、熊市延续的一个标准。第一个就是170天线这种比较大周期、长期的均线是否被有效跌破。有效跌破的标准是价格往下去跌破，收盘在此之下1天2天。大家记住这个技巧，后面个股解析时我们也会用到这一点。在170天线下收盘2天，那么第2天为关键 K 线，这一天的高点低点将是牛熊的转换点，或者说是阿哲的牛市思维和熊市思维的转换点。在此价格之上，我们认为可以用牛市的思维去操作，而在这个价格之下，我们需要用熊市的思维去操作市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这根大阴线下破的时候，也就说明进入了熊市的思维。那我们在这之下的任何上涨都以反弹来看待，所以阿哲在这里才会分享下跌3法的一个技巧。而接下来第2点，第2句就是向下1倍空间的破位。所谓1倍空间，我们可以先采取前方第一个高点，或者说下跌临近的这个高点，往下去找到170天线的数值，你可以找到这个区间，然后往下投射。那目前的计算，它是在16895.504附近，也就是说，价格在本次牛熊反转当中有一个关键的支撑位将在这里产生。如果价格在此处有效止跌，我们认为在这里会产生本次下跌以来首次比较大幅度的反弹空间。而在未来，如果这个2倍空间它有效跌破，出现了破位行情，那么并且170天线往下行走，而它反而产生压力时，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风险。而170天的压力一旦产生，其实是一个熊市当中比较常见到的事情。170天线如果是支撑，那将是牛市当中的一种序列。而我们会看到是最近出现下跌之后反弹，在这里其实170天线就产生过一次的压力，所以开始呢有点熊市的味道。我们以这3个条件慢慢的去跟踪，目前达成第1个条件，那么接下来看到第2个条件是否在这里能够引发大幅度的反弹，以及这个位置能不能撑得住。所以呢，我们在近期会频繁的去讲到熊市进行时这3个条件，大家呢也可以作为一个笔记，或去后市的观察当中去好好的去看一看。目前的市场关注的就是2方面，短线看的就是下跌3法的高点能不能被突破，以及会不会再次被跌破。另外一个就是向下1倍空间它的支撑是否有效，以及能否再次引发反弹。下跌3法属于短线的观察方向，而熊市进行时的3个条件属于波段，属于中长线要去观察的方向。现在我们来到第2部分，刚才呢我们讲了下跌3法，那么接下来阿哲讲另外一个特殊的技巧，是阿哲呢每天盘中去看支撑和压力位的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呢，可以让我们去发现多空之间短线的强弱转换。在后续的个股解析当中，我们也会频繁用到空间技术强弱的分辨。现在我们看到这一个图板，在图板的左侧，你会看到这条消息，是阿哲每天盘前、美股开盘前都会更新的 Telegram 盘前解析。只要您是订阅观众，就有机会每天盘前收到阿哲条限时福利短信。在每天的盘前解析当中，阿哲会发表2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是阿哲对当下行情主观的一个研判和一些其他的技巧研判。那么这里阿哲说过，虽然在最近的行情当中出现了下跌，并且阿哲呢是不是也由多转空，但是有一点我们要去看到是纳指的防守阴出现之后是一根10日星，没有继续下跌，所以空方呢是没有加仓点的。而当前的下跌处于新值9，我们说新值9是容易超跌反弹，是一个下跌一波行情比较极限的位置。如果当下出现新值9的位置在170天均线之上，那么阿哲甚至还会再次认为这里是牛市大底，但可惜目前在170天之下，所以对于当下的新值9，我们认为是一个超跌反弹、急跌反弹。
而防守阴的高点刚好也是下跌商法的关键 K 线的高点，它会成为本次反弹力度的检验。如果反弹不过防守阴高点，那么依旧呢属于死猫跳的行情。在不突破防守阴高点之前，我们可以等待破位防守阴低点，空方加仓。其实呢，这一次刚好防守阴和下跌商法的首根 K 线是共振排列在一起，所以在出现再一次下跌突破防守阴低点时，才构成下跌商法同样的看空点。所以这是昨天盘前阿哲的一些主观的看法。而下方呢是关于3只标的它日内的支撑压力位，纳指、特斯拉和英伟达，这是阿哲平时会去公布的。那么这一个支撑压力点位怎么去使用？我们看到右侧的图板当中，这是纳指的日线图。在日线图上，你会看到有些 K 线底下是有红绿灯的显示，像这一天是一个红灯，像之前下跌时刚开始这个高位的位置也是红灯开始的起跌。红灯代表什么意思？红灯说明当天日内预测的低点，它的数值是被收盘跌破的，所以出现了红灯。而如果价格出现绿灯，说明当天预测日内高点的压力被收盘突破，那么它就是一个绿灯 K 线。简而言之，红灯属于跌破了支撑，那么是空方强势；绿灯是突破了压力，属于多方强势。而这就是其中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数值的用法。所以每天呢都会盘前更新当天最新的点位数值，那么盘中可以去关注，盘中可以去观察它的压力和支撑是否有效，以及收盘是否突破，我们来判定短线的多空。而在这一轮下跌当中，其实市场的一个下跌都是空方占优，每天或者说每次都间隔几天就会出现红灯，其中呢比较强势的一个反弹出现绿灯了，但可惜第二天又立马是红灯。所以这一波下跌当中，基本上90%以上都是空方强势的行情。而我们看到昨天的点位，日内的高点压力是17561.74，而在昨天反弹后的收盘是收在此之上，所以昨天是一根绿灯 K 线。那么绿灯 K 线，我们在上期视频讲过，它是下跌空方的一个减仓信号，因为下跌当中的绿灯就说明多方变强了。那多方变强，它就一定是低点吗？不一定。像前面这个绿灯，后面也是反弹而已。但是空方变强为低点形成的先行条件、前提条件。如果下跌当中都没有绿灯产生，那么肯定还没有见到低点。在那之前，在绿灯之前说低点形成，那么就为时过早。而目前有了绿灯，就说明市场在短线上有低点形成的先行条件达成。那接下来你要去看的是，它会不会持续产生绿灯，持续多方强势，以及不要再快速产生红灯。所以今天的点位你要关注一下17906.19，如果今天收盘还在这之上，那么它会顺带的突破下跌商法的高点，那么红绿灯多方动能上就维持看涨，那么这一波反弹就持续。而且2天连续产生绿灯是比较少见的，哪怕是牛市当中，在指数上也是少见的。如果2天都产生了绿灯，连续产生，那么我们认为多方很强势，那这一波反弹空间可以再高看一些。同样的，连续的绿灯产生，它甚至有机会回归到170天线之上。而在短线多空上，今天就看这2个数值就好了。那如果价格它没有突破，也没跌破，还在这之中呢，我们就认为这是一个弱势反弹的延续，这说明空方没有出现反攻，而多方呢依旧延续，但是还不算强势，就还属于下跌商法构建当中。每天盘前阿哲这个数值都会提前去更新，提前去公布，只要美股开盘，阿哲就会发这个盘前解析。所以如果您是今天刚订阅阿哲的同学，您想要享受到这一重粉丝订阅福利，那么接下来阿哲告诉大家如何去领取到每天盘前的解析短信。首先第一步，您看到阿哲视频底下有一个评论区，评论区当中有一条置顶评论，这条置顶评论呢是阿哲所去发布的，在置顶评论当中有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你点击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之后，会找到助教老师的 TG， 在 TG 当中您发送一个口令，是领取盘前报名盘前解析的口令，把这一个盘前2个字发给助教，那么助教老师就会帮您统计名额，他知道您是新订阅的观众，并且希望每天盘前收到阿哲的信息。而假如您找到助教老师之后，您想要更进一步学习更多技术分析的行情课程，你也可以回复一个回放2个字，那么这个口令呢是领取最近阿哲在内部直播中的一些回放视频，
像本周我们的课程讲的是量化精确交易，讲的是5种模型去解析市场当中的一些低点和高点怎么去把握。如果您是今天刚刚订阅阿哲的朋友，那么跟朱老师发送了回放口令之后，他会把本周的课程回放给大家去进行发送。那么这呢，有助于大家对技术分析更进一步的了解和对于当下行情更好的去把握。这里还要再提醒一下，因为每一节课程都是阿哲和阿哲团队老师认真去进行授课的，所以阿哲呢希望大家每一节课程都能够认真的收听，所以每一节课程当中都会有一次的课后作业。在您完成了一次作业发给助教老师，而助教老师认为您的作业是合格的情况下，那么您可以加入到阿哲的粉丝学习小组。那么粉丝学习小组当中，对于技术分析我们会进行知识答疑，你有任何相关的不懂的，都可以及时的提问，阿哲和阿哲的助教老师他们看到会及时为大家去解答。那么以上就是关于粉丝订阅观众3重的福利，那么希望大家都能够领取到。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个股解析环节。那么第一只标的，我们会讲一下特斯拉。先看到特斯拉的空间图表，在空间上，特斯拉最近的这一波单边下跌，迎接了一波强势的反弹。那这一波下跌的低点大概是212、217左右啊，阿哲呢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差不多这个价格。那股价在跌破了257.34之后，没有去到达208.74，还差一点点。那么这里呢，我们认为下跌空间是还有的。而当前的反弹，你会发现是不是也是一根大阴线，其中出现了2天反弹，和指数差不多，它属于下跌商法的构筑当中。所以当前你要关注一下特斯拉是否能够逃离掉下跌商法的这个区间之内，一根阳线，最好是实体阳线，有效突破左边阴线的高点，那么就脱离了下跌商法的形成当中。这样的话，只有机会站稳之后往上再去向上看。如果特斯拉连这一个阴线高点都不能站上，就还是下跌商法，那么你就还要小心这一波急速的反弹之后将会伴随再次的下探。所以要关注一下目前的空间，最好能够逃过下跌商法，并且最好能够快速站到这2个价格之上，不然的话这上方还是有一个压力位 267.92 和 257.34， 因为在一个压力支撑跌破之后，它一般会互换。如果是一个支撑位，在被破位有效之后，它将会形成一个压力。而之前这一波下跌很明显，这2个支撑都是有效跌破，那价格目前回到2个已经变成压力的支撑附近，那是不是它的空间是有限的？所以如果你要短线做多，昨天一开盘其实空间就很少了，这个时候再去买进，危险是比较大的。你还不如等它突破之后站稳了再去看多，因为在这个位置往上看，那是不是这个空间有40-50？而如果你是现在去做多往上看，其实这个反弹空间还是不多的，就那几个点。所以当下的特斯拉在这里去做多，去这里搏反弹不太建议，还不如看一下反弹如果真的很强，那么站到这2个价位之上回踩站稳再去看多，看上面的306.34，那会更好一点。那假如本次反弹看似强势，如果连257.34、267.92都不能够突破，反而去在这里回落，那是不是还要再去看到208.74呢？这是特斯拉空间上的分析，当下做多空间搏反弹的空间是不多的。接下来我们看到特斯拉资金和动能上的分析。现在上方所看到是特斯拉的动能 K 线，这个动能 K 线也是红绿灯，和刚才指数分析的是一样的。红灯呢就是跌破了日内的预测低点，绿灯是突破日内预测的高点。所以价格在下跌当中，我们说空方的市场做空行情，红灯只要常亮，那么空单就是安全的。而出现绿灯开始，你的空单开始应该要去减仓，等待在下跌行情当中再次的出现红灯的产生，我们的空单再去安全的相对逐步的去增加。所以红灯呢就是空单安全的区间，或者说红灯之后的惯性下跌也是空方安全的区间，但是绿灯和绿灯延续的区间内呢，就是空单相对要小心反弹持续的区间，等待再次收红灯后再去看跌。而目前下跌，昨天的上涨，虽然我们说后续空间好像不大，但是它怎么也是一根绿灯 K 线，所以绿灯 K 线产生前方的空方，那么我们是不是说整体的空单应该减仓，要小心它的反弹力度，后续要去跟踪。而特斯拉的绿灯能不能持续，以及红灯何时会再次的亮起，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的关键点位，它的支撑和压力。
那么今天特斯拉关注它的日内预测高点压力是255.335，这个价格如果收盘不过，就说明多方在这里没有进一步变强，它只是惯性上涨。而价格的预测低点是244.595，今天没有跌破244.595，则说明红灯没有产生。红灯没有产生，则市场还处于多方的运作当中，空方还没有反击。再看到下方的资金 K 线，前面这里是下跌而后反弹，我们在下跌反弹的运行当中，可以看到一个关键信号，就是底下的资金何时会散穿零轴。因为一波下跌反弹，如果它确实维持在下跌的行情，那么上穿零轴的绿柱就容易是高点变盘。像这一个位置是不是高点变盘？后续只要不去突破这个位置，它就是反弹高点。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前期的每一波下跌反弹，像有时候下跌反弹的力度不强，那它可能都上穿不了这一个零轴。那如果反弹力度足够的强，那上穿零轴这一天就是考验了。如果它是反弹，那么这一天就是一个变盘高点，就是一个压力。后面要突破它才能够延续反弹，延续上涨。而到目前为止的下跌，特斯拉的反弹行情当中还没有出现哪怕一次突破这根关键的 K 线，所以现在股价又下跌又反弹，我们可以去等待一下出现一根资金 K 线上穿零轴时的那一天。如果出现这种 K 线，变盘高点的可能性也是大大增加。当前还没有产生，应该还得要上涨个1-2天才会出现。也就是说，特斯拉如果维持上涨，那么在2天之后，也就是周五那天盘中，将有可能面对一个空间压力和一个时间的变盘高点。那一天，周五将是一根特斯拉的关键 K 线。现在我们看到英伟达，在英伟达的空间上，这一波单边下跌，目前跌破了116。我们在之前说过，有效跌破116，那么将往下看到103。而本次在反弹之前的低点是104左右，那么这个点位基本和103是非常的接近，而后产生反弹。那么这波反弹它能不能持续，它能不能走远，它怎么去看呢？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一个压力116。我们曾经说过，有效跌破的支撑将会转为压力，越是重要的支撑被跌破之后，越容易转为压力。之前170天均线指数没跌破之前，英伟达它先跌破了，而且是2次跌破。第一次跌破呢，不能算是很有效，价格又再次回归了，没有产生压力。而在第2次跌破之后，站回又跌破，所以呢，170天线之前英伟达这里是有效跌破，170天线对英伟达来说就是一个重要的压力。而往下去看，116之前也是支撑，而且撑过很多次。那这里又被有效的跌破了，那它也会是一个很强力的压力，所以116对英伟达来讲也将是一个考验。你要关注一下，这里会不会出现高开低走，这里会不会出现直接下跌？如果是，则是一个风险；如果能够突破，则关注后续它的回踩能不能不破。在这里将考验116究竟是不是压力。如果它不是压力，那么还是有机会挺到170天均线附近的。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动能和资金方面短线的解析，在昨天也是出现了和特斯拉一样的绿灯 K 线，而价格在前期的下跌当中，绿灯的产生比较稀有。这一天是一根绿灯，昨天是一根绿灯，而在本轮单边下跌当中就出现了这2次的绿灯，所以这是一个很强势的下跌行情。那么在下跌行情当中出现红灯为空单的加仓或空单的持有，而绿灯呢是一个减仓。当然红灯再次产生时再进入到空方，绿灯呢再次减仓，亦或者再次了结你的空单。目前对于多方来讲，你要关注它的多方强势能不能延续，它的绿灯能不能长亮，而对于空方来讲，就要看一下会不会产生红灯，因为在绿灯后立马产生的红灯，一般也作为做空点，因为它说明昨天的绿灯为反弹行情罢了。那么现在从动能方面，我们要关注一下今天的2个关键点，一个是高点的压力，高点压力是118.19，股价收盘在此之上，我们认为绿灯长亮，连续2根绿灯，那么基本空单就不要再拿着了，你要小心它的持续性。2根绿灯的产生是很少见的，特别是在弱势行情很难出现连续2天都维持绿灯。那么红灯看哪里？红灯看预测的低点114.310，那么这个价格如果收盘被跌破，说明绿灯之后立马转为红灯，那么价格走势将又是一个做空点，
因为它预示着在多方走强之后，第二天立马走弱。那么在空方的市场，说明昨天的上涨它就是死毛跳，它就是一个反弹罢了，是一个诱多罢了。看到下方的资金层面也是一样的，我们看到这个零轴如果是下跌反弹当中散穿，则容易是高点变盘。那像前期这一波英伟达的 V 型反转，这个反弹为什么能那么强势？为什么能走那么远？就是因为反弹那一天的高点。我们也可以看到前方这一波英伟达的上涨，为什么这一波反弹能够 V 型反转，能够那么强势？你可以看到反弹时下跌散穿，这一天它是反弹时的变盘高点，但本应该是变盘高点。在第二天，虽然盘中有下落，但是没有跌破，而高点还能够被收上来，所以它可以延续反弹，它还有反弹的空间。所以目前的下跌后的反弹，它是不是当前很接近于零轴？那么就是一个考验了。今天如果保持上涨，那是不是资金保持流进，就有可能也是1到2天左右。那么也就是说，英伟达保持反弹，那么也是1到2天左右的时间会到达这个零轴附近。那么跟特斯拉的变盘时间是差不多的，只是比特斯拉好一点的是，它上方如果能够突破116，那么它上方的压力整体应该也就是这根阴线和170天均线附近。所以通过特斯拉和英伟达的分析，你会知道，不管是指数还是科技股，在周五那一天都要特别的关注。周五那一天，如果市场依旧延续上涨，那么本次的反弹力度则不一般，有机会再次由熊市的思维转为牛市的思维。而假如周五那天关键变盘时间它出现的是明显下跌，那么一切正常，还是熊市的操盘手法，依旧的看空即可。以上呢就是第一部分指数分析和第二部分特斯拉和英伟达的解析。现在我们来到第三部分，阿哲呢会开始讲解一些个股的短线快报，讲一下关键的资金动能上怎么去短线把握他们的风险和机会。那么第一个标的，我们先看到 SQQQ， 在图板上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股价其实是突破了图中的白色均线，它是170天线。那突破均线的第一天、第二天，那你会发现它还能够在第二天后继续的上涨，所以股价对170天均线是产生了一个有效的、足够强力的突破。那么突破之后，170天线是不是就转为了支撑？因为它之前是本次标的的一个重要压力，之前的每次反弹要么是碰不到170，要么是碰到之后立马下跌，这是唯一一次出现突破，而且是强势的突破。那么这个突破之后，之前我们说过，一次上涨突破了170均线，有效突破。那接下来你要关注170是不是真的出现了一个由压力转为支撑的变化。所以股价如果能来一次回踩170，并且不跌落170，那么将是更加确定目前的纳指是处于熊市。而从短线上来看，从低位开始是连续的绿灯，中间出现一次红灯，而从这一个角度来看，多方在这里出现了一次的阻碍，那么应该多方是减仓的。但是在红灯之后，第二天立马绿灯，而且突破170，那是不是在红灯后的绿灯则表明昨天红灯为砸盘，而不是一个真正下跌？那么现在又是连续绿灯之后出现红灯，那出现红灯先不管任何的表现，我们都知道它是空方再次变强了。虽然它这一天是一根假阳线，但是依旧告诉我们空方变强了。红灯说明当天预测低点被跌破，所以站在多方的视角，你要看两个方面，短线方面看一下红灯会不会延续，以及今天会不会立马又转为绿灯。如果今天立马是绿灯，说明多方依旧是买点。那如果它不是一个反转的绿灯，而是持续的下跌，甚至是红灯延续下跌，那么你要关注的就是170天线，它会不会有一个支撑？如果会的话，在这里将会再次产生做多 SQQQ 的机会。所以现在阿哲要给到今天的预测高点和预测的低点。那么今天我们关注这只标的，它的高点预测是38.13，那么收盘在此之上为再一次的绿灯，而因为是一个红灯后的转绿灯，则立马短线可以作为加仓点。那我们看到本次今天这只标的最新的预测高低点，它的高点预测它的压力是38.13，今天收盘在此之上会是绿灯，也就是再一次短线看多的点位，加仓的点位。而它的下方它的支撑是35.85，如果收盘在此之下，则是延续的红灯，那么多方则要继续减仓，或多方不能够去盲目的加仓买进。而再次的红灯则说明多方不要轻举妄动，或者说再次的减仓，
我们要去关注170天线它的支撑在哪，支撑如何。它的资金方面倒没有太多的一个变化，但我们可以看到股价之前连续的上涨，是不是反弹当中出现了上双 K 线为变盘高点，当变盘高点后还能够继续上涨，所以这里开始它的多方动能变得有所强势，这里不是一个简单的反弹而已，还有延续的空间。而我们再看到底下它的资金连续流进之后的流出是它，那么它就是一个关键的区间了，刚好也在170天附近。所以这波下跌，这根阴线的高点也是一个支撑，它的区间之内跟170也是支撑的共振。这根 K 线只要不跌破，那么 SQQQ 的趋势是没有问题的。下面我们看到 Meta 的股价走势，昨天也是出现了跳空，但它是高开低走，没能收住。而它虽然走势很强劲，但它不是一个绿灯。不过在 Meta 之前这一天出现了绿灯，也就是说呢 ，Meta 是比特斯拉和谷歌要提前出现绿灯的。在绿灯之后，那么顺势的上涨。所以股价下跌时呢，我们先不用管太多。你看到多方动能，短期还是红灯，那么空单就还是安全的。在绿灯之后呢，则空单要减仓或要相对的保持谨慎了。那么绿灯又红灯，那么我们会发现，像这里呢不是绿灯，是一个三角而已，它是一个变盘信号。但是它不是一个绿灯，好，所以股价呢延续的下跌，这一天绿灯再次执行减仓或要小心，而后红灯之后呢，再次的相对放心一点。那么只要出现下跌当中，你持有空单的话，就看一下绿灯产生就要小心，绿灯产生就相对要有减仓的策略，因为你保不准哪一次绿灯它不是反弹，它可能是延续的上涨。而目前绿灯之后没有继续绿灯，说明这一次的上涨它是绿灯后的延续，多头延续。现在要关注何时会产生红灯，如果产生红灯，再去重新的看空，或者说再次重新的回归到下跌的走势。而如果能够再次出现绿灯，那么说明本次上涨持续的力度还是可以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关键的日内高低点，高点的压力是在638.435，这一天收盘突破则是绿灯。低点的支撑是614.455，收盘跌破它则是一个再次的红灯。所以这两个价位，关注 Meta 的同学要注意一下日内它的支撑和压力，以及收盘价格在哪个位置之上或之下。如果在这之中呢，就说明依旧是反弹延续。我们怎么去看到资金层面的分析？在资金上可以看到连续的流出后的流进，以及流进后的流出。那么这一根 K 线和这根 K 线，只要关注它们的区间。目前的 Meta 昨天是高开低走，进入到了这一根 K 线的区间之内，但是出现了回落，所以这个位置我们可以认为它有一个压力区间。下跌当中两个压力区间就在目前的图表。当然了，我们对资金也有不同的划分，像流进资金更多的看的还是一个低点的支撑为主，而流出资金呢才是压力为主。所以更加明确点就是这样的一根 K 线在此对 Meta 产生了压力。你要关注这个地方会产生突破的回踩呢，还是有压力出现承压的回落？这是对 Meta 一个多方进攻时强弱的再一次的研判。而目前的 Meta 它虽然是一个绿灯后的上涨，但整体还在空头，所以目前的市场指数也还没有转多。当前的 Meta 哪怕是绿灯，也以反弹来看待，等待红灯的产生。下面看到苹果。最近的苹果也是连续的下跌，哪怕昨天出现了大幅的科技股的反弹，但是苹果并没有跟随，依旧是下跌，有点补跌的样子。我们在上期视频当中讲过170天线，虽然之前撑住了，但最近因为指数有效破位，所以苹果不一定能够独善其身。这一次果真没有撑住，在跌破1天2天之后的低点，也再次的被收盘跌破，所以目前的苹果也算是进入到了一个熊市的区间之内。2号 K 线为操作 K 线，在2号 K 线高点之下，那么任何的动作都是熊市当中的反弹和熊市当中的下跌，除非有那么一次反弹过于强势，能够拉回到2号 K 线的高点之上，甚至是170天均线之上，反而再次产生170天线的支撑，那个时候我们认为苹果的趋势才有一个熊市环境拉回到牛市的环境。而我们看到下方在红灯之后其实没有持续的红灯，说明最近后面的2天是一个红灯之后暴跌的惯性下跌。惯性下跌当中，它的资金是不断的流出的，前面这里也有连续的流出，而流进 K 线呢是这一天
这一天的低点被跌破，我们说流进 K 线它的低点为支撑，跌破之后呢下跌也算是正常的现象。那么现在苹果怎么看？阿哲认为当下的苹果不要随便再去做多了，因为它不止有效跌破了170，它同样呢也是一个防守阴线之后的连续的破位，所以当前的苹果空方的胜率呢会多于多方。那么哪怕这里会有反弹，它的力度也是以熊市反弹来看待，不要轻易的去做多苹果。这里也给到今天苹果关键的高点压力和低点支撑，高点看到219.365，收盘在此之上为下跌的绿灯。那有绿灯产生，那么空方相对来说谨慎小心一点。今天价格苹果高点的压力是219.365，价格收盘在此之上，我们认为多方强势，那么空单相对要去止盈，或者说相对要小心一些。而它的低点支撑是在212.525，股价收盘跌破212.525，则再次是红灯，再次空方是安全的，甚至呢可以加仓去做空苹果。下面我们看到 MSTR， 所以阿哲呢在上期视频有讲过，对于一个均线170天线它还没有产生有效跌破的个股标的，它是会比较扛跌的，甚至在反弹的时候呢，它可能还会比较容易领涨，比较容易有大幅的上涨。所以像 Meta、像 PLTR、像 MSTR 等个股都是170天线还没有确认有效跌破，那么我们对于它的做空就不要太过于着急。170天线当下 MSTR 还算是支撑有效，没有出现2天收盘都跌破的状况，都是跌破1天就拉回来，跌破1天就拉回来。所以 MSTR 整体不是做空的优选标的，除非哪一天它有效跌破170天均线。而当下 MSTR 的走势和我们在上期视频判定有些类似，因为上期视频呢是走了一根大跌的 K 线，我们说过股价在反弹时关注上穿，上穿时容易是高点变盘，而下跌下穿的时候则容易是低点的变盘。那股价这一波下跌，当时走到这里是不是离下穿很近很近，就类似于特斯拉和英伟达目前距离上穿很近一样，而它这里下穿很近，基本上往下再跌一跌，是不是就下穿了？所以下穿的低点容易成为回调当中一波下跌的低点，或者说变盘低点。当然这里我们要考虑一下，有时候可能变盘低点会被打破，会被砸破，那么变盘低点被砸破则预示着还会有持续的下跌。所以变盘低点呢，我们看到这里它的低点如果这里还是被收跌破位，则也是 MSTR 一种尝试做空的进场点。目前呢是没有的，还产生了反弹，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因为股价在下穿零轴时的变盘低点，它的效果还是不错的。那目前的一个上涨没有出现任何的灯的显示，看一下之前这里是绿灯啊，被图表上有所遮挡，这里是一个红灯，这里是个绿灯。我们说红灯之后转绿灯，说明什么意思？说明昨天为砸盘。所以如果你是看多或者说想做多 MSTR 的，在红灯之后的转绿灯是一个买点。那么这一天其实对于短线多头来说， MSTR 应该是做多的，而不是去做空的，除非某一天把这一天的低点跌破，作为趋势波段来讲才会走空方的波段。我们再看到多方的动能，它的今天关键的点位高点是276.937，收盘在此之上，那么它将会延续绿灯，延续反弹。它的低点支撑是255.385，股价如果收盘在此之下，将是一个红灯，那么之前做多的朋友这里要小心了。我们再看到 PLTR， 这呢也是一个在170天线上运行的个股，所以这种标的不要轻易的去做空，除非有很明确的信号。在昨天出现了一个十日星，但整体呢是一个绿灯 K 线，绿灯 K 线说明股价的走势还是比较强势的。其实绿灯前面有产生过，当前面产生的是红灯后的绿灯啊，然后又立马的产生了红灯。上期视频我们是不是讲过，红灯、绿灯、红灯连续交替产生是一种变盘信号？如果交替产生之后，下一根 K 线是收阳的，那么就说明是变盘看涨。如果您是今天才看到视频的新同学，那么你可以去翻看上期视频，我们讲过这个技巧。当红绿灯频繁转换时，说明多空博弈很剧烈，这个位置是容易变盘的，而变盘方向就是这一根 K 线，这根 K 线只要是收涨，只要有看涨的嫌疑，那么后续变盘大概率向上去看，所以这一天看涨
这一天绿灯延续看涨。如果对于目前的纳指你还想要去找做多标的，那么你就可以找到170天线上能够看涨的标的，有做多的嫌疑的标的。那目前你可以关注一下何时会产生再次的延续的绿灯以及红灯，它怎么会产生。比如说今天价格得要收盘在86.445之上，那么才会再次是一个绿灯 K 线。那如果股价收盘在81.755之下，将是一个红灯。那么本来就是一个波段下跌的行情，那么如果出现的是一个再次的绿灯转红灯，那么这里将是一个空方点。下方资金上呢，它有一个变化，就是连续的流进后的流出，所以这一天因为是流进后的流出，将会是一个压力，所以这个稍微关注一下。底下会不会出现上穿，可能性不算很大，但如果保持上涨，大概周五的时候也应该是上穿 K 线。下面我们看到 AVGO 博通同样也是在170天线上，目前没有出现有效的跌破，没有出现2天以上的收盘收低，它呢都是跌破1天就涨回来，跟 MSTR 有点相似。这里是红灯绿灯红灯。上期视频我们除了讲 P2TR 产生了这种现象，像博通也产生了。那么产生之后，下一根 K 线是什么？下一根 K 线是绿灯，所以下一根 K 线还是上涨的。那么这里是不是可以看涨？那么都能够通过短线的多空强弱来去看一波反弹。但这里要注意了，它是出现了下跌反弹当中的流进上穿，而博通在昨天就出现了上穿，所以昨天的这根 K 线的高点就有机会是一个变盘高点。我们要小心博通这里出现下跌行情的变盘高点。如果这里它确实不能够去快速的突破它的高点，反而把它的低点跌破，反而博通是一个做空点，你可以去博弈这一波下跌将会跌穿170天均线。假如它的收盘能够突破，则这一波反弹，那么博通将会变强。所以博通也来到了关键的变盘 K 线，像英伟达、特斯拉还得等个1-2天，博通大家可以先关注。看到谷歌昨天的上涨不是很强势，但也出现了一个绿灯。那绿灯的走势之前，它是不是出现了资金的流进后的下穿？下穿是它低点是没有被跌破的，所以变盘低点的效果还是有效的。而之前呢是流出之后的流进，这一天是上穿，刚好是跌破了170天而后的反弹，受到170天均线它的压力，所以它这里不只是有效跌破了前面破位的第2天，还已经发生了170天均线的压力。所以当前的谷歌不要轻易的去看多，或者说在波段上不要轻易去看多。短线上目前有反弹需求，那么压力在哪里？压力在这一根2号 K 线和170天线附近的空间。这个绿灯只是提醒空方短线上小心，但不代表它能够去扭转目前的熊市的环境。它要扭转熊市环境，至少要出现上拉到170天线上，而后不要去跌破，体现出170天线的支撑，而不要像前面这里是压力。并且因为它目前没有出现明显的趋势的走向，短线没有出现多头的下跌和上涨，所以它还在这一个零轴附近波动。它一旦下跌跌狠了就下穿，涨多了就会上穿，所以它总会选择一个方向去运行一段时间。这里要么就是脱离震荡往上走，要么就往下走。那么这里我们先不要提前去买单，提前去预判，等待明确的信号。比如说在绿灯之后，今天又再次走出一个红灯，那么大概可以判定它会往下去运行。看到今天的红绿灯，它的高点171.29，那么收盘突破才会延续反弹，才有机会往上去靠近170。而它的低点支撑是167.24，收盘跌破它会出现红灯。如果绿灯之后立马红灯，那么就是谷歌的做空点，因为它在170有效跌破的场景之下。我们再看到 SMCI 超微电脑，我们在之前说过，它对170天线一直呢是在这之下的，而且很长时间了。哪怕前面这走了2波的上涨，也只是靠近170天线突破1天2天都没有效突破，高点压力低点被跌破，形成了熊市环境下的熊市高点。那么这一波回落是不是又是下跌又是反弹，又到了170的压力这里？我们知道它是熊市环境，
那么170就是长期压力，所以这里没有那么容易能够突破。而反弹过程当中，绿灯再加跳空低开，底下呢又临近零轴，所以 SMCI 它的多头走到这里，短线反弹差不多到头，除非今天能够走出一个反包啊，再次站到170之上，那还能够往上去看。但是短线走到这里的形态，碰到170高开低走出现决策假阴线，已经是有点风险。只是更加确定的方向就是收盘跌破决策假阴低点，我们说这是更加判定、更加有效确定170是压力的一种现象而已。我们关注一下底下的支撑42.16，那么这个支撑如果被跌破，就是熊市环境下170压力后的红灯，那么是一个做空点，而它的上方45.3如果突破就是绿灯，那么绿灯并且还能收在170日均线之上，我们可以继续能够看反弹的空间持续向上。但是在持续向上的过程当中，它还有一个考验，就是下方的零轴一旦上穿，容易出现变盘 K 线。以上就是3月13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美股急跌反弹，英伟达、特斯拉都大幅的上攻，那究竟是牛市回归还是死猫跳？我们通过下跌3法能够去加以佐证。那么希望以上内容能够对你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